王林在店铺经过一夜的修炼，他体内的红雾更加凝实，他感到自己的修为又有所精进。第二天，王林开启了店铺的门，开始像普通商人一样整理店铺。只是他的目的并非经商，而是体悟人生。在短暂的沉思后，王林的身影突然消失在店铺之中，仿佛从未存在过。当他再次出现时，他的储物袋中已经装满了他从野外带回的大树。这些树木经过他的巧手去皮，削成木方，准备用于他的真正目的——雕刻。在雕刻的过程中，王林回想起了童年，回忆起父亲教他木雕技艺的温馨时光。随着刻刀的每一次落下，王林似乎穿越了时间的长河，回到了那个充满亲情的小山村。他的灵力在不知不觉中融入了木雕之中，使得木雕不仅仅是一件艺术品，更蕴含了生命的灵性。当夜幕降临，王林终于完成了他的第一件作品，雕刻的是他父亲。尽管雕刻手法略显粗糙，但木雕却散发着强烈的灵力，仿佛有生命一般。王林凝视着木雕，心中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悲伤。他轻抚着木雕，低声说道：“爹。”此刻他对父亲有着深切思念。在接下来的时间，王林没有停歇，他继续雕刻，每一次下刀都充满了情感和记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又完成了另一件作品，一个慈爱的中年妇人木雕，正是他的母亲。他的眼神充满了期待，仿佛在等待王林的归来。王林将两件作品放在一起，仿佛在重现那个温馨的家庭。尽管雕刻的过程漫长且耗费心力，但王林并未感到疲惫。他的精神在雕刻中得到了滋养，每一次的打坐都是为了更好地投入到下一件作品的创作中。时间在王林的雕刻中悄然流逝，而他却在这不断的雕刻中找到了与过去连接的桥梁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王林的店铺逐渐被他精心雕刻的木雕所填满，每一件作品都栩栩如生，仿佛赋予了生命。这些木雕不仅重现了他童年山村的居民形象，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让王林与过去的记忆重新连接。尽管王林的店铺还没有客人，王林对此一点都不在意，他全心投入于雕刻之中，甚至暂时放下了修炼。在一次雕刻中，他手中的半成品木雕散发出一股洪荒之气，上面雕刻的蛟龙是他与李木婉在修魔海时所遇到的灵兽。这件作品蕴含着王林过往的冒险与经历。有一天，店铺的门被一个好奇的少年推开，他被店内的木雕深深吸引。少年的纯真与对木雕的赞赏让王林露出了微笑。王林赠予少年一个木雕，那是王浩形象的木雕。少年的欢喜与感激，以及他父母的出现，给王林带来了久违的人际温暖。少年的父亲是一个豪爽的铁具铺老板，邀请王林共享家常饭菜与自酿的果子酒。在那个简单却温馨的晚餐中，王林感受到了久违的家庭氛围，他的心境因此变得更加平和，体内的灵力也随之加速流动。自那以后，王林的生活中多了果子酒这一不可或缺的元素。少年几乎每天都会带着酒来观看王林雕刻。王林的店铺内木雕数量不断增加，其中不乏各种妖兽的形象。这些木雕不仅凝聚了庞大的灵力，更在无形中成为了具有威压的法宝。这些木雕对凡人而言或许只是精美的艺术品，但对于修真者来说，它们是蕴含着强大力量的法宝，每一件都足以令人震惊。王林的雕刻已经达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境界，将普通的木材转化为了拥有力量的法宝。王林的生活如同一碗清水，简单而纯净。他享受着这种没有杀戮的平静日子，仿佛心灵得到了净化。他暂时忘却了自己修仙的身份，沉浸在凡人的世界中，体验着他们的喜怒哀乐。每天清晨，王林都会打开店铺的门，静静地坐在铺子里，开始他的雕刻工作。随着时间的积累，店铺内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木雕，它们都是王林精心雕刻的成果。周围的邻居们也逐渐熟悉了这位安静的青年，对王林充满了好感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王林的店铺开始迎来了客人。虽然客人们无法看到木雕上的灵气，但他们能够感受到木雕的精致和生动。王林的店铺因此在当地逐渐小有名气。1年的时间悄然流逝，那个神秘的老头再也没有出现，王林也渐渐不再想起他。他完全沉浸在雕刻的世界中，寻找着久违的乐趣。店铺内最多的是各种妖兽木雕，这些妖兽大多凡人未曾见过，即便是修真者也难以全部认出。王林手中的木段逐渐变成了一只龟类妖兽的雏形，这是他在修魔海中遇到的罕见中品灵兽。随着刻刀的舞动，木雕仿佛拥有了生命，散发出凶焰和气浪，但这一切都被王林轻易地控制住。王林意识到自己最多只能雕刻中品灵兽，上品灵兽的木雕总是无法完成。他知道这是因为自己的修为限制。大牛，那个曾经好奇的少年，现在已经长高了许多，他每天都来看王林雕刻，对木雕艺术充满了兴趣。大牛对王林的木雕手艺充满了向往，他询问王林如何学习雕刻。王林告诉他，木雕需要感悟，如果他愿意，可以观察60年，届时他或许能够开始自己的创作。大牛虽然觉得60年太长，但他对王林的雕刻仍然充满了敬佩。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了喧闹声，大牛兴奋地跑出去，回来告诉王林，徐家店铺的大儿子回来了，带着许多大车和随从，显得非常威风。大牛再次跑出去观看，
而王林则继续沉浸在他的雕刻世界中，回忆着古神之地的巨大荒兽，开始雕刻新的木雕。时间悄然流逝，1个多时辰后，王林的店铺迎来了2位特殊的访客。大牛带着一位身体壮实的青年兴奋地闯了进来。这位青年是徐家的儿子徐涛，他的目光在店铺内四处扫视，当看到四周的木雕时，眼中立刻感到震惊。大牛快步走到王林身边，用眼神和低声暗示王林不要定价过高。随后他转身向徐涛热情推荐王林的木雕。徐涛少爷作为南王世子的亲信随从，他的见识自然不凡。他很快意识到，这些木雕的品质远超京城有名的周木匠，他们不仅仅是栩栩如真，更是栩栩如生，充满了生命力。徐涛的目光最终停留在了1年前王林雕刻的那条蛟龙木雕上。他拿起木雕，立刻感受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生动感，仿佛木雕中的蛟龙随时会腾空而起。这种强烈的感觉让他一时失手，木雕从手中滑落，好在木雕并未损坏。徐涛询问王林木雕的价格，王林随意的报价10两金子。大牛心中一沉，以为这次交易又要失败了，因为王林的定价总是让顾客望而却步。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，徐涛眉头微皱后，立刻掏出10两金子，小心翼翼地将木雕包好，匆匆离开了。大牛看着桌上的金子，心中充满了震惊和羡慕。他意识到，如果能够掌握这门手艺，将来的生活将无忧无虑。他下定决心，即使需要60年的时间，也要学习这门手艺。徐涛带着木雕匆匆回家，甚至没有停留用餐，便急匆匆地带着随从，乘坐马车向城东的南王府疾驰而去。因为这木雕对他来说意义非凡，如果献给南王世子，自己可能就可以一飞冲天。王林将金子随意地扔进小筐，对于他而言，这些木雕的价值远非金钱所能衡量。木雕是他修炼心态、感悟天道的媒介，是他追求修为突破的工具而已。大牛带着恍惚的神情离开了店铺，而王林则继续沉浸在他的雕刻世界中，每一次下刀都让木雕的气息更加磅礴，但这些气息都被他巧妙地限制在木雕之内。在尝试刻画神奇修为的木雕时，王林的刻刀犹豫了，他沉默了许久，最终轻叹一声，将刻刀收起，将未完成的木雕随意地扔向一旁的箱子。箱子里已经存放了10多个类似的半成品，它们都是化神期以上的存在，但无一例外都未能完成。王林闭上眼睛，身体外出现了一层红雾，这是他的煞气。1年来，这层红雾被他压缩到了极致，王林对此感到满意。尽管压缩煞气与提升修为或感悟天道没有直接关联，但王林相信，这是他修为达到一定程度后对未来的预感，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开始了凝练和压缩。这时，大牛的父亲邀请王林共进晚餐。王林睁开眼睛，目光深邃，他拿起酒壶，略一犹豫后，从筐中取出金子，走了出去。与此同时，徐涛在马车上，内心激动不已。他知道自己手中的木雕将会得到王爷的喜爱，因为王爷生平唯一的爱好就是收藏各种雕刻。徐涛深吸一口气，加快了马车的速度，希望能尽快回到王府。马车终于停下，徐涛急忙下车，直奔府内。在东院的宫殿外，他请求见世子，虽然被告知世子正在休息，但他坚持要见，因为他相信自己手中的木雕会让世子欣喜。世子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。徐涛进入宫殿，展示了他手中的蛟龙木雕。世子看到木雕的一刻，眼中露出了惊喜的光芒，他立刻赞扬了徐涛，并给予了他奖励。徐涛被世子赐予了一夜的欢乐，而世子则急匆匆地离开了宫殿。他带着木雕，急匆匆地穿过王府，直奔大殿。大殿内歌舞升平，世子的父亲正与2位修士一同欣赏。世子的到来打破了大殿内的和谐，他将木雕展示给在场的每一个人。当木雕被放置在大殿地面上时，2位修士的反应截然不同。青山修士立刻被木雕所吸引，而黑衣修士则在睁开眼睛后才缓缓开口。他们都对这木雕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。青山修士在接触木雕的瞬间，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沧桑之气，这股气息之强，让他这位筑基中期的修士都感到心神俱震。黑衣修士在接过木雕后，也出现了类似的反应，他的金丹也险些不稳。这木雕对修为越高的人影响越大，而对凡人的影响则相对较小。黑衣修士在仔细观察后，确认这木雕所刻之兽与他们门派典籍中记录的蛟龙几乎一模一样。青山修士则对师兄之前的态度感到困惑，但最终2人都对这木雕的来历和价值达成了共识。木雕不是普通的木雕，它所蕴含的力量和气息让2位修士都感到震惊。南王世子将木雕献给父亲，无疑是希望得到父亲的认可和赞赏，而2位修士的反应也证明了这木雕的价值远非一般物品所能比拟。